川普笑得很灿烂，中国领导人也笑着点头，但在笑容背后是两个已经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北京的官方媒体第一时间发出通稿，强调友好氛围、务实共识、互惠互利。可资本市场的反应却非常平静。为什么？因为投资者都明白，这不是胜利，而是求和。川普说，中国会马上开始购买大量大豆和其他农产品。这句话听起来熟悉吧？2018年贸易战那年，北京也这么说。结果呢？到2020年，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，中国未完成的农产品采购目标高达256亿美元。那时的采购承诺只是换取了一点喘息时间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，中国外汇储备虽仍有3.1万亿美元，但外债余额高达2.6万亿美元，其中短期外债占比超过45%，意味着一旦美元流入减少，中国的外汇护城河随时可能崩塌。这次的让步几乎都与美元有关，买大豆、买能源、推迟稀土管制，这是一场拿资源换喘息的交易。但问题是，中国还有多少资源能换？川普在空军1号上对记者说得很轻描淡写，中国不会实施此前的稀土出口管制政策，推迟1年。但对中国而言，这句话的代价是沉重的。稀土本是中国手中最后的筹码。根据美国第一支调查局的数据，中国稀土产量占全球的 58%， 储量占 36%。但在2024年，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越南的稀土项目已全面加速，尤其是美国的 Mountain Pass 矿产量在短短2年内暴增3倍。也就是说，1年后，当稀土再想成为筹码，已经失去了威慑力。这一次，中国自己延长了对方准备的时间。有人说这是智慧的暂缓，但更多专家看见的是无奈的自断武器。北京仍试图把稀土当成筹码，但西方的战略已经再去依赖化。这1年是美国和盟友的黄金修复期，却是中国的战略流血期。这场稀土推迟看似妥协，其实是战略性失血。就像一个病人签下延迟手术的协议，明知病灶在恶化，却只能再拖1年。川普在记者会上笑着说，这次会议我给他12分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看向镜头，表情笃定，像一个拿下交易的商人。相比之下，北京的通稿却显得格外平淡。新华社通篇没有一句胜利的措辞，只是不断重复稳、理性、务实。这不是外交语言的谨慎，而是对国内舆论的掩饰。因为他们知道，这一场会晤并没有换来实质性的回报。芯片仍被卡脖子，科技仍被封锁。川普说得很清楚，不会向中国出售 Blackwell 芯片。这意味着中国的 AI 梦依旧被掐在别人手里。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10月初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坦言，若无法向中国销售高端 GPU， 将损失约40亿美元收入。可即便如此，美国依然宁可自损，也不放松管制，因为他们知道，一旦中国获得 Blackwell 芯片，那就是战略上的失控点。于是，中国只能退而求其次，与英伟达谈旧芯片，谈二手设备，谈能凑合的性能。但 AI 的战争拼的不是凑合，那是一场速度、算力与创新力的竞赛，而中国已经落后至少3年。新华社写下那句"我们应该掌舵"，让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时，或许没想到这艘船的船底早已开始漏水。双方互相恭维的画面在国内被广泛传播，评论区却几乎清一色是冷嘲热讽，又在表演和平了外交止痛片。这种止痛其实是一种麻醉，就像病人明知道癌症在扩散，却还要对自己说疼痛减少了，这是一种好兆头。
事实上，这场会谈只是让中美之间暂时挂上免战牌，战争没结束，只是暂停。暂停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的每一条神经都在绷紧。截至2025年9月，中国出口同比下降 11.2%， 制造业 PMI 已连续8个月低于荣枯线。而全国城镇青年失业率虽已暂停公布，但独立机构测算已超过 25%。这样的经济现实让北京根本无法承受新的贸易冲击。这次会晤成了被迫和解的象征。而川普的团队清楚地知道，此刻的中国最怕再来一记重拳。这场会谈的关键词是共识、稳定、缓和。但在国际政治中，这些词往往意味着一方妥协，另一方得利。川普得到了什么？大豆订单、能源采购、稀土延后、关税下调的外交筹码。北京得到了什么？一个喘息的机会，以及一纸模糊的承诺。这不是双赢，而是被迫的让步。这次会谈更像是一场外交止痛剂，缓一时之痛，无法改变长期对抗的结构。中国或许赢得了一次谈判的表面平静，但失去了在未来战争中最关键的战略主动权。表面上是一次握手，实际上是一次经济体检报告的宣判。每一次高层会晤的背后都藏着巨大的真相，不是谁赢了，而是谁更怕输。川普赢得的是筹码，中国丢掉的是尊严。川普在空军1号上满脸轻松地告诉记者，几乎所有问题都达成共识。这句话听起来像和平，但对中国而言是一场心理战的延续。在关税、农产品、芬太尼、稀土上频频退让，而川普给的回报不过是进港费暂缓，关税降 10%。这 10% 在外交语言中几乎不值一提，但川普说的漂亮，作为诚意的开始。这就是美国的策略，让中国觉得自己赢了点什么，但永远赢不彻底。而这种永远差一点的状态，正是北京最怕的，因为它意味着中国永远只能被动修补被撕开的伤口。所谓的共识，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屈服。有人说，这次会晤让中美关系暂时缓和是利好，但这所谓的利好，只是一剂止痛药。止痛药的副作用是让人忘记了病还在恶化。数据不会说谎。2025年前3季度，中国出口额同比下降 11.2%， 外资流出高达986亿美元。而同一时期，美国的外资流入增长了 22%。资本最诚实，它不会被口号欺骗，只会流向安全的地方。川普的真正算盘不是缓和，而是设局。他让中国暂时喘口气，是为了让债务泡沫更充分的膨胀，等到下一次谈判再掐住命门。历史的模式早已写好。2019年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，中国买美豆。2023年放宽稀土出口，美国趁机建链。2025年又是同一场戏，只是舞台换到了釜山。川普最擅长的是让对手在希望中出血。如今的中国正在买下自己喘息的空气。最可怕的不是外部打击，而是内部的失望。房地产不再保值，股市失去信心，工作找不到，存款不敢花。所谓外交亮点，在普通人眼里更像是一场虚假的安慰。民间投资同比下降 6.4%， 青年失业率高企，消费信心坍塌，民心散了，这是这场会晤后最深的伤口。稀土、芯片、大豆，每一个让步都是战略撤退。过去10年，中国以为贸易可以换安全，但事实是，贸易换来的只是更大的依赖。而当一个国家开始为最后的体面买单，那就意味着它已经在失去真实的尊严。